我意外流產時，立成正排隊給白月光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眼看我面色慘白，他溫柔地遮住白月光的眼睛。晦氣，別看，對我冷冷丟下一句：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把臉畫這麼白的，一副死人臉，裝給誰看？然後牽上白月光的手，轉頭離開。當天深夜，聽着立成給失眠的白月光彈了半宿的助眠曲，我平靜地撥通電話：爸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回去繼承季氏家業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聽着回盪在屋內半宿的鋼琴助眠曲，想到剛剛失去的孩子，我平靜地撥通了電話：爸，我想通了，我要回家繼承家族產業。相戀5年的我竟然不知道立成還會彈鋼琴，也許不是不會，而是我根本不配讓立總彈鋼琴罷了。電話掛斷的下一秒，立成從琴房中走出來，他穿着白色襯衫，眼神中透着未消退的溫柔。從前的他到家後都是疲憊入睡，話都懶得和我說，哪裡有閒情雅致彈琴半宿？你剛才和誰打電話？問我話的立成眼神依然離不開手機，他滑動着手機，卻嘴角微勾，滿是漫不經心。我如實告知，是和爸爸通話。男人也只是哦了一聲，不再繼續詢問。我知道，對我的家人他同樣不在意，畢竟相戀5年，卻從未主動提及要去見我的父母，也從不願意了解我的家庭。當立成拿起水杯，發現水杯裡竟然不是他平日愛喝的蜂蜜水，他的目光終於第一次捨得看向我。你不是說今天去醫院看病了嗎？去了嗎？我目不轉睛打着字。去了。有什麼病嗎？立成隨口問着。我苦笑着勾着嘴角，沒什麼病，本來也不是病，不過是我懷孕了。本來是打算給他一個驚喜，結果路上突發意外，先兆流產，沒保住孩子。但現在說這些又有什麼意義？畢竟當時路過的人裡面也有他和他的白月光。我看你也沒什麼事的樣子，你就是太矯情。對了，我的蜂蜜水下次別忘了。立成叮囑着他的蜂蜜水，拿着手機，一臉甜蜜地扭頭走入書房，絲毫看不見我慘白的臉色。見狀，我用小號點開立成的朋友圈，果然見到一條除我之外全員可見的動態保證書。我立成保證今後的每一年都送秋雨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絕不忘記，永遠執行。作為今年差點忘記的補償，往後的1周內，每天都給可愛的邱同學親自送早餐。我冷笑着看着底下評論起哄在一起，真甜蜜的留言。明明是出軌的一對男女，也有人捧臭腳。我毫不猶豫開始聯繫家族法務，既然決定分開，那屬於我的也應該都還給我。次日清晨，立成早起親自去知名早餐老店買了湯包蒸餃，眼看着我要打開蟹黃湯包的保溫袋，立成啪一下拍紅我的手：“你不是喜歡芹菜餃子嗎？這個才是給你買的，你吃這個吧。”我愣了一下，馬上反應過來昨天的朋友圈內容，看來這個包裝更精美的蟹黃湯包是給秋雨準備的。我看着推向我的芹菜餃子，冷聲開口：“立成，我們戀愛5年，你不知道我不吃芹菜嗎？不知道我聞了這個味道就難受？”立成臉色微變，冷冰冰道：“我給你買就不錯了，愛吃不吃，矯情。”我看着絲毫不顧及我的喜好的立成，神色一暗，轉頭回房間拿出了一個袋子：“等你看到秋雨，把這個遺落在主臥的內褲還給他。”立成一聽，臉色中閃過詫異，開口替秋雨解釋：“
秋雨也真是的，總是丟三落四。我會提醒他下次注意點。秋雨作為你的秘書，竟然能在家裡的主臥留下這種東西，還真得注意點。我忍不住譏諷地開口：季田，注意你的措辭，我不允許你戴有色眼鏡這樣說秋雨。立成一聽我如此形容秋雨，馬上激動地維護。我懶得再說，不過是冷笑着看着他。立成似乎意識到自己的反應過於劇烈，於是提出今天可以送我上班。就在立成以為我一定會感恩戴德的時候，我搖頭拒絕。相戀5年，作為陪他創業的人，一路艱辛，銷售產品喝得胃出血的日子，我都沒能換來立成專屬的上下班接送服務。現在終於有了，但是卻是為了另一個女人而進行的彌補，多可笑！這種補償對我季田而言已經毫無意義。我轉頭離開家門，到了辦公室的我就開始馬不停蹄地收拾文件，準備辭呈。不知為何，周圍同事看我的眼神大部分透露着同情。季總，您可算來了。助理高樂見到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看着眼前着急的小姑娘，想到只有她是真心為我擔心，我才露出來最近幾天唯一真心的笑容。怎麼，有什麼天大的事情？你這麼着急？季總，您自己看吧。高樂拿出來一段視頻，視頻正是發生在公司門口。立成拿着一杯芋泥波波奶茶，將秋雨溫柔接下車，並主動接過她包的畫面。兩個人相視一笑，仿佛真正的戀人。立成小心翼翼的動作，柔情萬分的眼神，無不再次刺痛我的心。白月光就是白月光，我這個陪着創業的人，在白月光面前算什麼？看着立成拿着的芋泥波波奶茶，讓我不禁想起了幾天前立成發給我的信息：你們女生一般喜歡喝什麼口味的奶茶？當時的我充滿歡喜地挑選了自己最愛的奶蓋奶茶，甚至為此看了很多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文章。但是轉頭卻看到了秋雨的朋友圈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到了，雖然奶蓋的也很好，但是我還是最喜歡芋泥波波的，配圖正是我喜歡的那款奶蓋奶茶。那時的我就明白了，有些甜蜜立成從來沒打算給我。想當初，立成找各種理由把一個藝術生招到身邊做秘書，想來早就存了很多心思了。只有我傻傻地認為立成永遠不會背叛我。看着面前，我忍不住失手滑落破碎的馬克杯，杯子碎了，裡面流出來的是苦澀咖啡，像極了我的心情。破碎，苦澀。我咬了咬牙，狠心把腳踩在杯子上。沒事，我都知道，我要辭職了，這些以後也與我無關了。我給了高樂一個新的電話號碼後，轉身進入總裁辦公室。我將辭呈甩在立成面前：立總，我要辭職，你把我的工資結算一下。對了，還有我的股份，我要兌現。立成從文件中抬起頭，皺起了眉頭：你在發什麼瘋？就因為我昨天沒陪你去醫院，都是成年人了，陪不陪能怎麼樣？這麼大個人了，還怕丟了不成？對了，法國的業務談得怎麼樣了？我看着面前對我辭職都顯得毫無耐心的人，重複開口道：我要辭職，我的股份我要全部都折算，請盡快給我安排。他聽着我決絕冷淡的話，緊緊盯着我，冷冷說道：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我都打算和你求婚了，你現在告訴我要和我清算？你不是一直夢想和我結婚嗎？我沒有說話，就這樣看着他。曾經的我多希望和眼前的男人共度一生，如果是以前的我聽到這樣的話，一定會萬分歡喜吧。但是現在想用結婚這個鈎子來繼續套牢我是不可能的。反正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
我背靠季氏家族，照樣能拿回屬於我的一切。這破公司，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。我的沉默不語讓立成開始逐漸緊張。甜甜，我知道我最近對秋雨態度好了一些，她畢竟是我的同學，也是我的秘書。一個女人孤零零在這座城市，多照顧一下她也是應該的。我承認我最近冷落了你，我會補償你的。你看最近有看中什麼？立成哥哥，你買的裙子真好看。立成的話語被秋雨的讚美聲打斷了。只見秋雨穿着最新款蒂家的裙子出現在了辦公室休息區，一臉甜蜜地看着立成。季總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在，我只是單純感謝立成哥哥給我買的裙子，你不會介意吧？秋雨一邊說着，一邊仿佛無意地撩動頭髮，讓我看到他手上的紅繩。這是一條很熟悉的紅繩，因為立成最近手上戴的也是這一款。回憶我在第一次看到立成戴紅繩的時候，十分詫異，畢竟立成從不戴任何首飾。就在我好奇地詢問理由時，立成摸着手繩說是辟邪，隨便戴戴。現在看來，應該是為了讓秋雨高興才會戴的吧。但是這些和我又有什麼關係了？兩個人以後戴鑽戒，我都不願意管了，怎麼會介意呢？等我辭職離開，你們在辦公室可以換衣服，更可以脫衣服，繼續幹任何事情，隨心所欲。我冷笑着看着秋雨嘲諷：夠了，季田，我已經好言好語同你說話了，但你對秋雨這是什麼態度？你現在馬上給秋雨道歉，不道歉就趕緊滾出我的辦公室。厲總既然不想看到我，那就把錢給我，我一定盡快離開。立成聽到我的話，臉色開始糾結。我知道他不想出一大筆錢，更不想失去我這個好用又忠心的下屬，但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？雖然我家大業大，不差這點錢，但是該是我的就必須是我的。至於面前這對狗男女，我倒要看看能逍遙到什麼時候。厲總，我等您電話，公司的事情不要再聯繫我了。我毫不猶豫轉身離開。沒等到立成的電話，我倒是收到了厲母的電話。甜甜，我後天過生日，你一定要來給我祝壽哦。電話那頭傳出厲母假意溫柔的聲音，我很詫異，厲母竟然專門給我打電話。畢竟厲母不喜歡我在整個厲家都不是什麼秘密。厲母很多次當着厲成親戚的面說我的不是，這樣的人特意給我打電話，讓我參加生日宴會，估計就是一場鴻門宴。我冷笑着同意，好啊，我會去的。還有別的事情嗎？反正我也不在乎了，何不當場去戲弄一番？之前你說要給我買的翡翠手鐲，是不是這次一起帶過來？厲母聲音裡有着藏不住的貪婪。呵，不喜歡我，又指望我給你買翡翠，合着天下的好事都被你們厲家占盡了。我直接掛斷了電話。沒想到沒多久我就收到了厲成的短信：我媽生日你不用來，記得提前準備一個親手做的蛋糕。自從我和厲成在一起後，每年他和家人的生日蛋糕都是我親手制作的。我一個嬌養的大小姐，為了他們無數次燙傷手，只為博他們一笑。但是我換來了什麼？誰珍惜過我的付出，竟然還敢自以為是的讓我做蛋糕？我直接撥通了保姆的電話，給我準備一個蛋糕，味道隨便，不用精緻，上面幫我寫上這幾個字。安排好了一切，我閉上雙眼睡美容覺，等着後天的宴會。觥籌交錯的宴會，厲母儼然在人群中接受着讚美。毫不意外的，秋雨在厲母身邊，她乖巧地陪着厲母應酬，儼然一副準兒媳婦樣子。我穿着最新款蒂家衣服，戴着畢加最新款10克拉藍寶石項鏈，身後跟着拎着蛋糕的管家。
出現在了門口。立成看到我的眼神中閃過詫異，急忙走了過來，斥責道：“季田，你怎麼來了？不是和你說了，你別來，省得我媽看見你又不高興。蛋糕叫人送過就好。”立成恐怕是沒想到我會出現在會場，畢竟白月光秋雨已經牢牢霸占住厲母身邊的角色。厲總的吩咐，我必須親自送達。畢竟厲總您還沒同意我的辭呈，欠着我的錢呢。我沒管厲成是何反應，就一路搖曳生姿地走向厲母和秋雨。阿姨，生日快樂！這是我給你準備的生日禮物。我笑得甜美。甜甜，你怎麼穿得這麼隆重？這珠寶不便宜吧？都告訴你多少次了，不要亂花厲成的錢。厲成掙錢很不容易的，你看看秋雨，多端莊大氣，從不在意這些珠寶首飾。厲母一邊摸着手上我給買的翡翠戒指，一邊批評着道，眼底盡是不滿與貪婪。一旁的秋雨嫉妒和不甘心的眼神，像要把我撕碎。但是那又如何？我的錢，我想怎麼花就怎麼花。我平靜地開口。一旁的圍觀群眾看到我們的對峙，議論紛紛。季田是厲成的女友吧？怎麼好像不得厲母喜歡啊？我還以為在厲母旁邊的是厲成的女友呢，兩個人好得像母女一樣。噓，我聽說厲成早就移情別戀了，應該很快就會公布了。那這季田來這裡豈不是自取其辱？我聽着周圍議論紛紛的話，莞爾一笑。管家，打開我送厲母的禮物。管家隨即打開了生日蛋糕，生日蛋糕上寫着大大的8個大字：渣男出軌，欠債還錢。一時之間，大家的議論聲更大了。厲成一把拽過我的手：“你在幹什麼？你故意搞砸我媽的生日宴會。”我笑着看着他：“厲總，是寫的字不清楚嗎？還是眼睛需要去醫院看看？”季總，今天是厲阿姨的生日宴會，你這樣鬧事讓大家難堪，你這簡直太不孝順了。秋雨找準時機開始發難，一邊說着，一邊用手給厲母順氣，俨然一副好兒媳婦的狀態。你孝順，那你當他們厲家的兒媳婦就行。今天在座各位都見證一下，是厲成出軌，我已經正式遞交辭呈。股份也將拋售，往後這個公司與我毫無關係。我說完，拋下一眾目瞪口呆的人，轉身向門口走去，坐上了等待我許久的勞斯萊斯。厲成發瘋一般衝向我，拍打着車窗，不讓車離開。我搖下了車窗，冰冷地看着厲成：“甜甜，你今天穿得這麼貴氣，坐着勞斯萊斯來這裡，是不是綁上別人了？你不就是覺得我對秋雨好，心裡不平衡，何必為此依附別人，出賣身體？”我一臉無語地看着眼前自以為是的厲成，羞辱你用得着出賣身體？我們這輩子可千萬別見了，我怕染病。說完，我便讓司機開車離開。看着厲成震驚的臉色，我心情不錯，扭頭看向了路邊風景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不停收到厲成的信息：“季田，你這個家庭條件能坐勞斯萊斯？你是不是早就背叛我了？你到底哪裡來的錢？你為什麼不回復？心虛了？”我看着他一條條的微信質問，冷笑着拉黑厲成。這就是曾經自詡為謙謙君子的厲成，不過也就是一個破防的小人罷了。回家後，我開始跟着父親一步步學習經營家族企業。好在之前有一些創業經驗，倒也不是很難上手。我逼着自己忙起來，不去打聽厲成和秋雨的各種消息，直到律師告訴我已經拿回股權和錢，我才有了一種5年生活不過就是一場大夢的感覺。就在我以為厲成已經同意與我分手，不會再見我的時候，2週後，我竟然在公司門口見到了厲成。我剛下班，
就看見一個男人向我走近，看清是立成後，我臉上的笑意瞬間煙消雲散。我不知道立成來公司門口堵着我是什麼意思，難道是後悔把錢給我，還是給我送他和秋雨的結婚請柬？我根本不想再見到他，轉身就想離開，立成卻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他啞聲問我：“甜甜，為什麼拉黑我？”我直白地看着他：“立總，我們已經分手了，請放開我。”聽到分手2個字，立成仿佛聽到了天大的笑話一般，激動着低吼着：“分手？我們什麼時候分手了？我同意了嗎？”聽到這話，我被逗樂了。你媽生日宴我親口說的話，圍觀群眾都聽見了，你聽不見？怎麼，立總，分手也必須你同意？你要是實在耳背，我可以再說一遍。立成，我們已經分手了。無論重複多少遍，我的答案都只有這一個。男人咬着牙，面色漲紅地看着我。不管你說什麼，甜甜，我不同意。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，你憑什麼分手？我願意原諒你對我隱瞞你是季氏集團繼承人的事，這樣可以嗎？聽到這話，我一臉無語地看着立成。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這麼厚顏無恥的人。立成，我到底是什麼身份，還用你原諒？你和秋雨的事情，你還能睜眼說瞎話？我們已經在股權和錢財上劃分好了，請你不要再糾纏我。我一臉不耐煩，想扒開立成的手。劃分什麼了？我同意你退出，就是為了以後你能更好的顧家，安心當我的好太太。甜甜，我們在一起5年了，你有多愛我？我能不知道？我知道你鬧，這都是為了結婚。你是季氏千金大小姐，我是職場新貴，我們結婚一定會非常幸福的。我捏了捏眉心，我真不懂立成的腦回路。就在我準備叫保安的時候，甜甜，原來你在這裡啊！一個大手摟住了我的腰，拉開了立成對我的束縛。我回頭一看，正是林氏企業的繼承人，我青梅竹馬多年的好友。看到對方衝我眨眨眼睛，我會心一笑。不好意思，立總，如你所見，我還有約，咱們後會無期。說着就和林旭離開了。劉立成在原地惡狠狠地看着我們的背影。但讓我沒想到的是，第2天我竟然接到秋雨的電話：“季總，求求您，能不能見我一面？我真的就想見您一面。”聽着電話裡秋雨的話，想到之前偵探查出來的信息，我思索片刻就答應了。落座在私人會所，我看着對面的秋雨，短短2周，他好像憔悴了很多。你有什麼事情要對我說嗎？我平淡地開口，看着秋雨，我以為我會有很多憤怒與不甘，但是真的走到這一步，我的心態卻十分平和。秋雨看着我，眼眶一紅，突然跪了下來：“季總，求求你和立成哥哥復合吧，我們真的是清白的。立成哥哥從始至終愛的都是你。”我沒有錯過秋雨眼中一閃而過的委屈與不甘。看着跪着的秋雨，我並沒有讓他起身，我倒要看看這是打算唱哪一場戲。你們是清白的，清白的寫保證書，清白的會留下內褲在我們主臥。這一切都是誤會，我們都是兄妹之間的玩鬧。立成哥哥只是把我當成妹妹，求求你和立成哥哥和好吧。甜甜，秋雨說的都是真的，你要相信立成對你的愛。立母推門，適時進入包房，一臉假慈祥地看着我：“甜甜，你誤會他們了。”立母一邊說着，一邊拿出來一張照片。立成真的沒有出軌，他真的有一個意外夭折的妹妹。第一次見到秋雨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她和我的女兒非常像。每次秋雨衝我撒嬌的時候，我都感覺自己的女兒還在世。相信立成也是這樣想的，所以才會對秋雨如此偏愛。聽着2個人，
你一言我一語地訴說所謂的兄妹之情，我真的都不想再看，面無表情，垂眸看着手機，直到兩個人說得口乾舌燥，我才慢悠悠拿起了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。說實話，你們要不表演這出戲，我可能還能高看你們一眼。哥哥妹妹，這種話你們也好意思說出口？哥哥妹妹一起在主臥玩耍，絲毫不顧及對面兩個人的尷尬。我拿起手機放出了一段視頻，視頻中只見秋雨紅着眼眶，一臉難過地看着利姆。媽，怎麼辦？立成鐵了心要和季田復合了。雖然我更中意你，但是季田可是季氏家族的繼承人，你覺得你的身世比得了嗎？利姆冷酷地開口。那我怎麼辦？我可懷了你們厲家的孩子啊！你要拋棄厲家的血脈嗎？秋雨一聽，更加着急地開口增加籌碼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你幫立成重新獲得季田的信任，將來立成執掌季氏，我自會讓你們母子一輩子富貴的。利姆一邊摸着秋雨的肚子，一邊開口謀劃着。視頻的最後是利姆放肆的笑，而現實對面是兩個人蒼白的臉。我挑了挑眉，衝兩個人開了口，想惦記季家家產，就憑你們，還為此特意整出一副哥哥妹妹的苦情言論，真讓我惡心。立成能有你這種母親，我都替他遺憾。我一邊說着，一邊推門而出，卻看到了站在門口的立成。我不知道他究竟聽到了多少，只見他眼眶微紅地看着我，突然拉住我的手。甜甜，他們做的事情我都不知情，我不敢求你原諒，但是我是真的愛你。你不是说過特別喜歡我嗎？你說只要我們多牽手一天，你就會多愛我一天。你看，我們還是能牽手的。看着立成滿眼慌亂的神情，我當着他的面將他的手指一根接着一根扯開。立成，這種話今後還是隨便聽聽。聽到我這樣說，立成的手終於還是無力地垂了下來，他只能扯動嘴角，維持着體面。季田，你放心，其實你也沒有你自己想的那麼重要。說罷，轉身離開。看着男人消失的背影，聽着身後互相謾罵的女人聲音，我長舒一口氣，果斷離開。日子就這樣不緊不慢地過着，那些本以為一輩子都難以釋懷的失望與難過，也在時間、親情、友情的治癒下，一點點撫平。如果非要說哪裡有不對的，就是最近我總感覺有人在暗中觀察我。林旭知道後，還特意當起了我的專職司機，接送我上下班。而我對林旭的示好也沒有拒絕，畢竟誰也不能被一段感情束縛一輩子。但是讓我沒想到的是，在一個平平無奇的周末，我在家門口竟然又看到了立成，只是他整個人透露着頹廢，眼神中透着我看不懂的情緒。立成，你怎麼找到這裡的？我一臉詫異。甜甜，你不知道吧？我已經暗中保護你2個月了。我覺得林旭這個男人對你圖謀不軌，我必須守護好你。我覺得對面的男人匪夷所思。就在我準備叫保安的時候，另一個讓我沒想到的人竟然也出現了。秋雨竟然也出現在了門口，手裡還拿着2個甜筒，一襲白裙，神情有點瘋癲。我看着眼前陰魂不散的一對，偷偷打通了林旭的電話。季總，厲總認真保護了你好久呢，公司都顧不上了，真是讓人羨慕的感情。秋雨邊說邊溫柔地看向立成，眼神中透着深深的不甘。姐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請你吃甜筒，把以前的事情都一筆勾銷吧。秋雨一邊說着，一邊拿着甜筒試圖靠近我。我看着眼前詭異的一幕，一邊後退到門口，一邊大聲呵斥：秋雨，你別動，你一個孕婦不應該吃甜筒。
對孩子不好。孩子，哈哈哈，我哪裡配擁有孩子？秋雨大笑起來，眼睛開始泛紅，神情悲戚。季田，我的孩子沒有了，你高興了吧？利姆覺得我沒能討好你，竟然對我下藥，害我流產。我的孩子沒有了，我這輩子都不能有孩子了。利哥哥，你不再管我了嗎？我還是你的最愛嗎？秋雨再一次看向了立成，飽含痛苦。但是面對昔日情人的苦苦哀求，立成看都沒看他一眼。特別是面對秋雨向他伸出的手，在即將碰到他衣角之際，立成甚至皺眉後退一大步。甜甜，我已經早就和秋雨說清楚了，我不會再和他有別的任何交集。從前那些讓你生氣的不合時宜的肢體接觸，從今往後不會再有。面對着立成的決絕，秋雨的眼睛中開始流出淚水。立成，你不愛我了嗎？好，好，既然這樣的話。秋雨轉頭向我陰森一笑，猛地抽出甜筒中的匕首衝向我。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，我完全沒有反應過來，直到我突然被擁入一個溫暖的懷抱中。甜甜，你沒事吧？有沒有哪裡受傷？林旭抱着我躲開了秋雨的刀刃，同時一把奪過匕首扔在一旁。我驚魂未定地反手抱住林旭，不敢相信剛才還一臉柔弱的秋雨會幹出這樣的事情。我慘白着一張臉，卻發現手中溫熱，低頭發現林旭的手臂被刮傷了，開始流血。林旭，你怎麼樣？快回別墅，我給你包紮。就在我想攙扶林旭回別墅的時候，只聽到啪的聲音。我轉頭一看，立成竟然給了秋雨一個巴掌。秋雨，你竟然傷害我最愛的女人，今天我絕不會放過你。我看着眼前的兩個人，想到受傷的林旭，我實在是忍無可忍。我直接衝到兩個人前面，狠狠甩了他們各自一個耳光。秋雨，這個耳光是因為你傷害了林旭，你就等着收律師函吧。立成，這個耳光是因為你對我糾纏不休，有病就滾去精神病院，別再找我發癲。兩個人似乎都愣住了。林旭走到我的身邊，用沒受傷的手臂抱住我，冷冷地看着立成。立總，你已經帶給甜甜夠多傷害了，你的情人還想着襲擊甜甜，如果這是你的愛的話，還真是拿不出手。如果你再給甜甜帶來傷害，你就等着面對林氏的懲罰吧。林旭說完後，就摟着我離開了。而這一次，立成竟然沒有再為自己辯解，只是低着頭，不再言語。對於立成這樣驕傲的人，如此應該不會再騷擾我了吧？2年後的一個深夜，我和林旭剛準備入睡，意外收到了一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。男人似笑非笑，開門見山問我和他之間是不是曾經有過一個孩子？男人的語氣一聽就知道醉得很厲害。除此之外，手機中還傳來很嘈雜的雜音。我想，他一定是知道了那個孩子的事情，這是本就沒有什麼可隱瞞的。我當着林旭的面也大大方方地承認，還笑着恭喜他，孩子沒了是好事。立成，我們之間的羈絆不應該存在。對面只有立成的呼吸聲和良久的沉默。嘟嘟嘟，電話被掛斷。我看着眼前一臉心疼我的林旭，輕輕一笑，都過去了，不是嗎？是，我們的未來一定會幸福的。林旭緊緊抱住我，直到很久以後，我從曾經共事的下屬口中得知，立成不斷酗酒，最後竟然因為酒駕車禍成了植物人。不過利姆不願相信曾經優秀的兒子成為如今的樣子，依然不放棄治療，成日守着兒子，人也瘋瘋癲癲。而秋雨在立成出事的第一時間就不知所蹤，放下手機，我無所謂地笑了笑。他們的故事再與我無關。不知何時，窗外下起了雪，
這是今年的第一次雪，一個披肩落在我的肩上。女兒剛睡着，我們去看看雪。我轉頭看着一臉溫柔的林旭，緊緊拉住他的手。我知道，我的幸福終於來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